中国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正式命名安徽舰，中国海军节将加上003航母，实现大小航母同献礼，对美国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发展呈现出下饺子的态势，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这也使中国海军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近日有消息称，据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的消息，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峰带队赴上海对接省军舰文化共建等工作。具体消息指出，安徽省即将从上海喜提以安徽命名的军舰1艘。对此，有分析人士就指出，目前在上海沪东与江南2个造船厂当中，没有命名入列的，并将会以省级行政区命名的舰艇只有2艘，一艘是从2021年底就已经开始进行试航，并且已经完成了至少1轮海试工作的075型两栖攻击舰3号舰，另一艘就是尚处在船坞建造当中，将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内下水的全新设计国产航母003航母。但是在这2艘等待命名的军舰中，003航母还未到命名的时间，因此这艘待命名的军舰就是075型两栖攻击舰3号舰。所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能荣获安徽舰命名的就只有075型两栖攻击舰3号舰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舰的命名也是十分有讲究的。根据中国海军舰艇命名规定明确规定，巡洋舰和两栖攻击舰及以上级别的舰艇以行政省和直辖市名命名，且军舰和命名城市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据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随着共建不断深入，各命名城市纷纷挖掘自身的优势资源，帮助打造极其特色的舰艇文化，受到官兵欢迎。这也极大促进了中国军舰文化的发展，也为中国军舰的发展助力。虽然安徽此次喜提1艘4万吨巨舰，但是对于其错过了航母的命名，也确实还是有点遗憾。这可能和中国海军的传统也有关，因为将好的军舰的命名放到越后面，因此对于安徽来说，虽然错失航母命名有点可惜，但是无论如何能够拿到1艘全新的准航母也是值得高兴的。然而在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获得命名后，人们接下来最期待的就是其服役时间。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很可能会赶上4月23号的海军节，并在这一天进行正式服役，从而为海军节献礼。那么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真的会赶在这一天进行服役吗？据悉，075两栖攻击舰是中国首型两栖攻击舰，由于其甲板布局和航空母舰类似，因此也被称为是小航母。据悉，中国075两栖攻击舰可搭载约30架攻击直升机，近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还有多艘两栖气垫船、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加上其他较小的两栖舰艇，这将组成最佳的两栖攻击舰打击群，加快提升中国海军的战力。此外，075两栖攻击舰采用了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甲板作业面积，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配备有导弹、舰炮、电子战等武器系统，因此具备较强的自主防御能力。中国075两栖攻击舰首批共建3艘，全部由上海沪东造船厂制造。此前，中国2艘075两栖攻击舰已经都服役于中国海军，这也极大增强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因此，这艘075两栖攻击舰现如今完成命名，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首批075两栖攻击舰全部冠名成功，而且安徽省也成为了首个冠名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内陆省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来按照前2艘075两栖攻击舰的服役时间来进行推算的话，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的服役时间还有2-3个月。但是由于其作为第1批建造的最后1艘075两栖攻击舰，前2艘075两栖攻击舰在试航阶段都没有刷上甲板的标线就进行喷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也是为了减少服役周期，而且由于马上要到海军节，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国海军将有可能加快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的服役时间，好赶上海军节，为其举办一个大规模入列仪式，为海军节献礼，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还有消息称，中国003航母也将在4月23号中国海军节这天下水。现在，江南船厂已经在为003航母的下水开始做准备工作，在进行海道的疏通，并为003航母的下水扫清一切障碍，以此来达到最好的测试效果。因此，003航母选择在海军节这天下水，也是为中国海军献礼，加快中国海军的发展。因此，在海军节当天，大小航母一同为海军节献礼，这也是双喜临门，也将成为中国海军节最好的礼物。这也将会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年对于中国海军发展来说，将会是丰收的一年。虽然今年中国在军舰的建造速度上有所放缓，但是中国所拥有的军舰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且在这方面有着极其巨大的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海军来说，今年仍然是丰收的一年。随着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的服役，这也使中国在两栖驱逐舰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并且搭配着中国今年服役的几艘055驱逐舰，这将极大壮大中国海军的实力，使中国军舰服役的总吨位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从而使中国在今年依然能够占据舰艇入役数量和吨位全球第一的位置。而且，中国在维持服役吨位领先的同时，随着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的服役，中国将会在两栖投送能力上对美国实现反超。美国海军虽然目前有9艘两栖攻击舰与11艘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11艘船坞登陆舰，但是因为需要在两洋进行部署，加上美国海军总体存在的航域问题，美国在亚太部署只有2个两栖打击群，这就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栖投送能力将不再占据优势，从而中国借着3艘075两栖驱逐舰以及组成的航母打击群对其实现反超。此外，随着中国首批3艘075两栖攻击舰全部即将服役，有消息称中国将继续开始对第2批两栖攻击舰的建造，而且数量还会更多。这也将极大提升在中国的两栖投送能力，并将在亚太地区首次对美军取得稳定的优势。随着中国在两栖攻击舰上取得的飞速发展，这对于两栖投送能力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完全建立具备在行动当天投送绝对优势兵力上岸的能力，甚至可以在整个战线上的多点开辟多个登陆场，进行更灵活也更有优势的跨海登陆战役，这也极大满足中国的作战需求，对于中国在两栖投送能力上反超美国，对美国形成威慑作用，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